来自德国的 Head 他们所出的 Headphone 这只耳机呢，是自 Sennheiser HD800S，然后美国的 Abyss AP1266跟铁三角的 ATX 5000之后，声音最让我们觉得非常兴奋的一只耳机了。Hello， 欢迎回到品家音响。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来自德国 Head 所出的这支 Headphone 耳机。那我们先从这只耳机的外观开始讲起好了。当你拿到这只耳机的时候，其实你会吓一跳，就是说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粗壮的耳机了。那要找到这么粗壮耳机呢，大概只有几个品牌，一个是美国的 Audeze， 然后还有一样是美国的 Abyss， 再来呢就是我现在手上拿这一支 Headphone， 那这还真的是蛮吓人的。根据官网的规格来看呢，这只耳机不加线就有700多公克重。那如果你想想，如果你再找了一条很好的升级线加上去，这只耳机已经有将近要1公斤重了。不过呢，这个重量感他们有想到解决的方法。那你仔细看的时候，它从它的支架结构，然后到它的耳垫的设计，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它做了非常多的缓冲。那这些缓冲呢，就成就了一些支撑力。那这些支撑力呢，当你戴上去之后，那个重量感就是会变得不一样啊，就像是你垫了一个很好的那个软垫之后，那个重量感就是全部就分配在你头部的各个地方，所以你戴在头上的时候，你没有那种700多公克戴在头上的感觉，那这700多公克只会在你手上才会有那样子的沉重感。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支架结构，这只耳机跟其他耳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耳朵顶多拉到这边就不能继续再拉了。那这一开始我们拿到手，然后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疑惑，是说，那你头型稍微长一点的人，那你佩戴这耳机会不会戴不下去？第一个，它可以拉这么开；第二个呢，刚刚讲那个，如果脸比较长的人该怎么办？那它的支架结构上面这个头垫这边，其实这么厚的一个衬垫在里面，它是有一个缓冲的一个距离在，所以当你好好戴好之后，它会几乎压到最底，所以你这边就没有必要真的一定要拉到非常开就可以舒适的戴在你的头顶上了。再来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它的耳垫真的非常的厚，所以无论你的脸是比较宽还是比较长，基本上戴上去之后啊，都可以蛮服帖的在这个地方。那一旦戴好之后呢，它的那个声音效果就会充分的表现在你耳朵里面。或许这是因为 Head 他们第一次做耳机，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到说，这世界上有很多耳机发烧友，他们对于线材上面的需求是什么样子。所以，蛮让我们觉得意外的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你只会发现它只有一条线。它这条耳机线呢是 Mini XLR 的接头，然后搭配的是6.3单端的那个这样的接头的线。对于已经习惯就是说包装内可能会有一条镀金的6.3，或者是有4.4，或者是4Pin XLR 的高阶耳机的朋友们，想说为什么这只耳机它只有这样子的配置呢？他们可能真的是因为第一次做耳机，所以没有就想那么多了。另外呢，它这只耳机的规格，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是一只蛮难处理的一只耳机。虽然说它的阻抗只有42欧姆，可是它的灵敏度呢却只有87 dB 而已。那这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你在你的要驱动它的扩大机上面的选择，就要找非常大的输出，而且控制力要好。那你要找到能够兼具有大功率，然后控制力又好的扩大机，市面上其实要找到的话是有，可是相对价格就蛮高的。譬如说我们在试听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其实是用 Audio WA11，那时候我们就很天真的认为说 WA11应该就可以推到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品质。
那当然啦，质地是还 OK， 可是我们把 WA11调到 High 高的输出，然后音量开始转的时候，我们听就是电频比较小，像是古典乐啊、爵士乐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几乎要把音量拉到已经到 WA11的70%甚至到80%了。那听流行音乐的时候呢，音量也是转到就是60%多要70%，所以代表说这只耳机它在随身系统上面其实处理是会有一定的限制在，所以在那之后呢，我们分别用了 WOOAUDIO WA22、WA5，跟我现在面前这个用 Moon 的430HA 这样去搭配去听，才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声音效果。那在讲这只耳机它的声音表现，还有跟其他品牌就是差不多同价位左右耳机的声音的一些简单比较之前呢，我必须先讲一下我们聆听的系统配置是什么样子。像刚刚我们讲到，我们有用WOOAUDIO WA11这样小的随身系统。那另外大的系统呢，分别是第一个，我们先用了 Auralic 2件式的讯源，就是 Arius G2 加 Vega G2 Deck， 然后搭配了 PS Audio 的 P12 电源再生，然后接在WOOAUDIO WA22跟 WOOAUDIO WA5上面。再来呢，第三套系统就是 MyTech Brooklyn Deck Plus 加上 Moon 的430HA， 然后一样电源也是用 PS Audio 的 P12 电源再生。那 Head 出的这只 Headphone 耳机，它的声音表现呢，是我们听完几轮之后，我们夸张点讲，就是继 HD 800S， 然后 ADX 5000、Abyss AB1266之后呢，听完会让我们真的印象深刻，而且非常感动的一只耳机。那这只耳机呢，刚从箱子里拿出来，一开声，它的声音表现，无论是从它的背景黑跟深邃的程度、细节、动态表现、空间的诠释，跟音乐的那种流动的顺畅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1等1表现的一只好耳机。我们在听这只 headphone 的时候，音乐一放下去，让我们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它的背景非常的黑。那这个就直接反映在就是一些细节呈现的一些东西上面了。那如果你是一个对于耳机跟音响系统相关有经验的人，我讲背景黑，你们大概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了。那一旦你的背景能够处理得够黑、够深邃，那音乐里的很多细节呢，都能够蛮自然的呈现出来。那这只耳机它可能是因为它单体设计的关系，它在细节的呈现上，让我们有另外印象，就是 Abyss 的 AB1266。那我们刚刚也说过，这只耳机呢，它的背景非常黑，所以可以带出非常多丰富的细节。那这只耳机它的音乐性非常好，所以在这个细节在呈现的时候，你不会说因为它的丰富的细节，然后会干扰你整个音乐的旋律的流动。那这只耳机它在这方面的那个平衡点取得的非常的好。那在一个适当的系统搭配之下，原则上是不会让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变化太大。那再呢是协调性跟音乐性。那这只耳机它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也许是它在做监听喇叭的经验，他们知道该怎么样去诠释任何一种音乐，所以无论是在听古典啊、流行啊，还是说电子啊相关等等的音乐，它在诠释上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到位。那不会有那种很特殊的僻性，让你听到就觉得说，这个低音可能太多，或者说这个高频太亮，这个问题，这只耳机没有这样的状况。那另外蛮值得提的一件事是说 ，Head 他们在做这只 headphone 这只耳机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有把耳机拿去给一些母带后期工程师，拿来让他们在录音室里面，就是拿来跟喇叭跟耳机这样子互相比对，拿来做工作用。那一些工程师们他们的回馈呢都是非常的好的。那也就是说他们在音乐的诠释上面其实做得非常的到位。那如果说 Pro 都觉得很 OK 的，那当然你在家里用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再来呢就是空间感或者是大家讲的音场的诠释。
那这只耳机它在诠释空间感这件东西的时候，还蛮特别的，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在听那个 Abyss AB1266的时候，你会感觉真的好像是在你这边有一对还不错的小喇叭，然后在一个很好的摆位，然后这样放音乐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你在听一些编制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古典乐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明白的，大概可以听出哪些乐器是在什么位置，它的定位感跟那样子的距离感，这些做的还蛮不错的。那再来就是它的残响，它的残响收放是稍微快了一点点，可是那个出去的时候跟回来，你会感觉好像真的是在一个厅堂感，可是又没有太过于夸饰那种厅堂，因为有的耳机它们就是有一种很开的感觉。可是好像却没有把它收得非常的 OK。那我们在听一些流行乐的时候，那像是一些 reverb 的一些效果，在这只耳机上面呢，你可以清楚感受到哪些 vocal 可能是用了哪些效果器。那它那个效果器的那种质感，你在很多东西在播的时候，当你仔细去听，你还是可以听得到那个效果器的那种残响的感觉。那这一点是还蛮值得欣赏的，因为不见得每一只耳机可以把这样子些微的一些小细节呈现出来。那这只耳机它在处理残响的表现，或者是说你在唱片他们在录制过程要去诠释那一个教堂或者是那个音乐厅的那种感觉，它呈现的其实都还蛮妥当的。那么 headphone 跟同价位戴耳机，像是 Sennheiser 的 HD800S， 还有像是铁三角的 ADX5000，他们在做比较的时候，这只耳机相对于 HD800S 跟 ADX5000来说，它的声音是稍微偏暖了一点点。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听 HD800跟800S 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因为听久了，然后我们知道说 800S 的声音真的比800还要再暖调一点。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印象说，哦，800其实还蛮暖的。可是当这只耳机在听的时候，会发现，哦，它的声线更为温暖。那它温暖的声线呢，也代表的是说，你可以在聆听的过程是用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去听你喜欢的任何一种音乐。那在细节呈现上面呢，这只耳机跟 ADX5000还有 HD800比起来，其实它们在细节呈现方式其实都有不相上下的地方。那只是说，有的细节是藏得比较里面，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花一点力气，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才会听得到。而这只耳机呢，它就是直接有点像是1266 AB1266 那种感觉，就是我都把它拉出来了，可是并不会去让你觉得很嘈杂。那这三只耳机 HD800S， 然后 Headphone 跟 ADX5000， 如果说你要比它的像耳机发烧友很喜欢讲音场这种事情的时候，那这几只耳机如果要讲那种非常开阔感的话， HD800S 的那种比较开的那种感觉呢，是稍微比 Headphone 稍微大一点点，那么会再比 ADX5000 再稍微宽一点点。那这也只是这三只耳机它们在诠释空间感上面有不同的想法而已，并不是好跟坏，这点要非常注意。那低频的表现上面呢， Headphone 它的低频表现是比较浑厚一点。那你在听一些像管风琴或者是一些嘻哈流行，他们在50、60甚至在40、35赫兹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些加强的地方。Headphone 它能够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比 HD800S 还要再明显。那有了这个低频这个根基之后，你在听这类的音乐，或者是说你在听一些大编制的交响乐，或者是说你在很喜欢听管风琴的人，那这个基础建立起来之后，那个底其实抓得很好，那你会比较能够完整的享受到那样子音乐的氛围。因为它低频不是多到让你会觉得说莫名其妙的把细节啊，或者是把高频消得太夸张，那并不会啦。而且因为它在低频的呈现，还有它的支架结构的设计是比较重的，所以它的声音也变得相对的比较厚实。所以说你拿这只耳机跟 HD800S 跟 ADX5000 相比的话，它有点比较
像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那个非常扎实的那种感觉。而 HD800S 跟 ATX 在这方面呢，就稍微略输了 Headphone 这只耳机了。无论是耳机系统还是音响系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你要有不错的讯源，然后驱动力跟控制力不错的耳廓，还有当然电源也要处理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基础啦。那对于像这样子的高阶耳机，你对它的期待高，那相对的就是你必须为它付出，前端要付出些什么，也必须给予它才可以把这个音乐的感动送到你的耳朵里面。所以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觉得要用比较好的电源处理，然后一个很 OK 的 DAC， 然后加上控制力很好的扩大机去处理这只耳机，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音乐感受。再来，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这只耳机只有87 dB 的灵敏度，所以在扩大机的选择上面，真的要比较小心一点。所以我们通常建议至少，就以我们店内的选择来说的话，我们至少会建议说，你要 Waudio WA22 这样子的耳廓，然后好一点的话到 WA5 或者是现在面前这个 Moon 的430 HA 这样的耳廓来搭配呢，这只耳机才会被控制的比较好。不然的话，从电子规格来看，这只耳机真的是一只非常难搞的耳机。那最后呢，这只耳机其实整体呢，我们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它真的能够很完整的把音乐的情感把它诠释出来，让你很舒服的去聆听。虽然说它是重了点，可是就声音上的感受上面呢，它是可以让你听很久很久的耳机。那当然就是在电子规格上，它是一个很难去处理的一只耳机，但是只要你有想法，你就阶段性的把这个东西一步一步把它处理好，那这只耳机给你的回馈呢，也会随着你的系统的成长，也会跟着成长给你。那 Head 这只 Headphone 这只耳机呢，在6万多块这个级距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那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有的人一定会喜欢这个声音，那也有人会觉得说，我还是比较习惯 Sennheiser 的声音，或者说我习惯铁三角的声音，或者习惯哪个品牌的这个级距的耳机的声音，不过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了。希望今天这个快速分享呢，对你来说是有用的。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还不错呢，欢迎按赞跟分享。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呢，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